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佛州有一個叫做 Bonita Springs 嘅地方，呢度嘅氣候溫暖，四季如夏，以美麗嘅海灘同友好嘅社區而聞名，係一個好受歡迎嘅度假勝地。2015年，當地一個著名嘅女醫生喺屋企度離奇遇害，就喺警方毫無頭緒嘅時候，汽車嘅 GPS 記錄就成為咗破案嘅關鍵。本案嘅死者叫做 Teresa， 於1968年11月19號喺康州出世。佢嘅父母喺佢1個月大嘅時候就離咗婚。Teresa 之後就一直跟住媽媽生活。佢喺6年級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對醫學產生咗濃厚嘅興趣，並立志要成為一位醫生。Teresa 嘅學術成績優秀，仲成為咗畢業生代表，喺高中嘅畢業典禮度致辭。之後佢成功喺醫學院畢業，並以優秀嘅表現完成咗實習，成為咗一位合格嘅醫生。2000年，Teresa 同第一任丈夫結咗婚，並搬到咗佛州定居。不過佢哋嘅婚姻只係維持咗短短3年，就以離婚收場。但係佢哋係和平分手噶，雙方都仲維持住好朋友嘅關係。之後 Teresa 喺一場聚會中認識咗現任丈夫 Mark， 佢哋一見鍾情，好快就墮入愛河。佢哋喺幾個月之後就結咗婚，並誕下咗2個女。2006年，佢哋搬到咗 Bonita Springs 生活，並喺呢度開設咗一間診所。由於 Teresa 係屋企嘅經濟支柱，所以 Mark 就成為咗佢背後嘅男人。除咗擔任診所嘅經理之外，佢仲要負責屋企嘅大小事務，同埋照顧2個女。喺跟住落嚟嘅幾年時間入邊， Teresa 不斷進修，提升自己嘅技能。佢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回饋社會，並慢慢喺社區度建立咗良好嘅聲望。另外，佢亦都喺報紙同雜誌度發表咗多篇關於女性健康嘅文章，希望可以喚起大家對女性健康嘅重視。一切睇起嚟都喺度往美好嘅方向發展。然而，厄運就喺呢個時候揾上咗 Teresa。2015年6月，Teresa 一家人去到咗康州慶祝媽媽嘅生日，順便度假。過程中 Teresa 臨時收到咗幾位病人嘅預約，所以就決定喺6月28號獨自搭飛機返到佛州，聽日幫佢哋睇症。而丈夫 Mark 同2個女就繼續留喺康州度。當日 Mark 親自送妻子去到機場，而 Teresa 當晚安全返到屋企之後，亦都打咗個電話同丈夫報平安。第2日早晨， Teresa 並冇去到診所返工。Teresa 非常有責任感，佢從來都唔會遲到，更加冇可能會無故曠工。護士打咗個電話俾 Teresa， 但係電話冇人接聽，信息亦都冇回覆。於是護士就聯絡咗身在康州嘅 Mark。當時 Mark 以為妻子係因為太攰而瞓晏咗，所以就聯絡咗一位朋友，請佢過去屋企度睇下 Teresa。當朋友到達目的地嘅時候，佢好快就有咗不祥嘅預感。Teresa 屋企嘅大門俾人撬開咗，佢推開道門，一陣難聞嘅血腥味隨即撲鼻而嚟。進入間屋之後，佢就喺廚房度發現咗瞓喺血泊中，已經冇咗生命跡象嘅 Teresa。於是佢馬上報警。經過檢驗之後，法醫證實 Teresa 係俾人毒打致死噶。佢嘅頭部總共被攻擊咗17次，而兇器就係喺現場揾到嘅嗰支鐵錘。可惜上邊並冇留低指紋。由於 Teresa 嘅大門俾人撬開咗，所以警方第一時間懷疑呢單係一單入屋盜竊殺人案。不過屋企嘅4萬美元現金同埋珠寶首飾等貴重物品都冇遺失，而 Mark 放喺夾萬入邊嘅槍械收藏品亦都冇俾人喐過，講明兇手嘅目的並唔係盜竊。另外 Teresa 嘅屋企有安裝警報器，但係警報器而家就俾人熄咗。根據 Mark 媽媽嘅講法，佢喺 Mark 一家人去旅遊嘅呢段時間都會定時過嚟幫手餵屋企嘅寵物，但係佢喺前一日，亦即係星期日過嚟嘅時候，警報器已經被關閉咗。佢當時仲打電話問 Mark 要點樣重啟警報器，不過 Mark 就表示社區入邊好安全，仲叫佢唔使擔心。萬萬估唔到 Teresa 喺當晚就出咗事。警方整理咗 Teresa 生前嘅活動軌跡，佛州機場嘅閉路電視影到 Teresa 喺夜晚獨自拎住行李離開。Teresa 返到屋企之後，仲打咗個電話俾丈夫報平安。
警方推斷 Teresa 喺收線進入間屋嘅時候就被一早已經埋伏喺間屋入邊嘅兇手攻擊。由於事發突然， Teresa 根本就冇機會作出反抗。呢一點亦都講明咗兇手非常了解 Teresa 嘅行程，而呢單嘢好有可能係熟人作案。通常妻子遇害，丈夫一定係警方嘅第一個懷疑對象。喺審訊室，Mark 嘅態度合作，對警方嘅問題有問必答。另外，Mark 亦都有可靠嘅不在場證據。佢喺案發當時身在2000幾公里外嘅康州，佢嘅2個女同埋 Teresa 嘅屋企人都可以幫佢做證，所以佢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除咗 Mark 之外，知道 Teresa 突然改變行程嘅人並唔多，所以診所嘅職員同埋病人亦都成為咗警方嘅懷疑對象。診所入邊有一個叫做 Sandra 嘅護士，有人曾經目睹 Sandra 當住病人嘅面用嘴型稱呼 Teresa 為死八婆。喺接受問話嘅時候， Sandra 亦都大方承認自己對 Teresa 嘅不滿。佢表示 Teresa 嘅脾氣暴躁，經常都會對佢無理取鬧。佢本來打算喺星期一遞辭職信，估唔到 Teresa 就出咗事。不過 Sandra 亦都提供咗不在場證據，所以佢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呢個時候，佛州已經有2位整合醫學科嘅醫生相繼離奇死亡，而 Teresa 已經係今個月入邊第3個出事嘅整合醫學科醫生啦。Teresa 嘅死亡亦都令網上流傳咗好多陰謀論嘅講法，大家都認為有人故意針對整合醫學科嘅醫生而狠下毒手。整合醫學係替代醫學嘅一種，佢係一種以整體觀念為基礎嘅醫療方式，以尋找同治療健康問題嘅根本原因為核心，並強調身心靈嘅統一同相互關聯。佢唔單止關注病人嘅症狀同疾病本身，仲重視生活方式、情感狀態、社交環境同精神健康等多方面嘅因素。由於整合醫學嘅治療手段有啲另類，有啲人可以接受，有啲人就對其恨之入骨，所以警方亦都曾經懷疑過網上流傳嘅陰謀論。不過最後都係冇任何證據證明呢啲案件有所關聯，而案件又進入咗死胡同。2個禮拜之後，警方收到咗一條嚟自 Missouri 嘅線報，線人同佢哋講一個叫做 Curtis 嘅男人同 Teresa 嘅死有關。於是警方即刻帶住搜查令去到 Missouri 嘅一個小鎮度揾 Curtis 問話。當警方見到 Curtis 嘅時候，佢哋非常震驚，因為 Curtis 同 Mark 真係好似成個病人咁。一開始 Curtis 否認自己喺案發當時曾經去過佛州，不過 Curtis 份人好口疏，佢提前同其他人講咗自己會去佛州嘅事，所以幾乎成個小鎮嘅人都知道佢案發當時身在佛州。當 Curtis 知道自己嘅謊言被拆穿之後，佢就唔願意再同警方對話。跟住警方留意到泊喺間屋出邊架車，呢架車係 Curtis 喺租車公司度租翻嚟噶。警方翻查咗汽車嘅 GPS 記錄，並發現咗一條重要嘅線索。Curtis 喺案發當日揸車嚟到咗 Teresa 嘅屋企。警方整理咗佢嘅行車路線，並還原咗佢喺案發當日嘅行動軌跡。2015年6月27號，亦即係案發嘅前一日， Curtis 喺租車公司度租咗一架車，並喺 GPS 度輸入咗一個屋企地址。地址嘅主人叫做 Jimmy， 相信佢就係 Curtis 嘅同謀。跟住佢哋就一直向南部移動，嚟到咗 Bonita Springs。6月28號清晨6點，佢哋嚟到咗 Teresa 嘅屋企。警方相信佢哋就係喺呢個時候將間屋嘅警報器熄咗，所以當 Mark 嘅媽媽到達嘅時候，警報器已經被關閉咗。之後佢哋又去到咗附近嘅超市度買嘢，超市嘅閉路電視亦都影到佢哋喺入邊買咗垃圾袋、濕紙巾、黑色嘅毛巾、黑鞋同埋解鎖工具。完成購物之後，佢哋仲去咗沙灘享受日光浴，跟住再返到 Teresa 嘅屋企。警方相信佢哋喺呢個時候已經進入間屋埋伏好，等待 Teresa 返嚟，跟住再將佢毒打致死。6月29號凌晨，佢哋就揸咗17個鐘頭嘅車程返到咗 Missouri。有咗呢項證據之後，警方即刻就逮捕咗 Curtis 同埋 Jimmy。同 Curtis 一樣， Jimmy 否認自己同案件有關。不過佢嘅女朋友 Taylor 好快就對警方鬆口。佢表示 Jimmy 喺6月嘅時候同佢講，
佢會同 Curtis 去到佛州工作幾日。由於 Jimmy 有過偷竊同埋做假銀紙嘅前科，所以 Taylor 以為佢只係去佛州度做大買賣，自然亦都冇懷疑啲乜嘢。有一日， Jimmy 揸車載住 Taylor 嚟到咗 Missouri 嘅一個郊外地區，並叫佢將一部已經被整爛咗嘅手機、一啲手套同埋一套連衫褲抌出車外。事後 Taylor 覺得件事有啲唔妥，所以就不斷追問 Jimmy 到底喺佛州做咗啲乜嘢。呢個時候 Jimmy 先至向佢坦誠自己喺佛州用鐵錘殺死咗 Teresa。 之後警方亦都喺 Taylor 嘅帶領之下揾到咗呢啲物品，而當時喺 Teresa 身上發現嘅衣物纖維亦都同呢套連衫褲吻合。但係佢哋嘅動機究竟係乜嘢？呢個時候 Curtis 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佢承認咗2級謀殺嘅控罪，以換取25年嘅刑期，並交代咗案件嘅來龍去脈。原來呢單係一單買兇殺人案，而幕後黑手就係 Teresa 嘅丈夫 Mark。Mark 同 Curtis 由細玩到大，佢哋唔單止生得似樣，感情亦都非常好。用 Mark 嘅說話嚟講， Curtis 就係佢異父異母嘅好兄弟。Curtis 係電腦發燒友，經常都會喺 Missouri 過嚟 Teresa 嘅診所度幫手整電腦，所以診所嘅職員對佢一啲都唔陌生。2015年 Mark 出席咗 Curtis 嘅婚禮，仲成為咗佢嘅伴郎。當時 Mark 同 Curtis 訴苦，話佢同 Teresa 嘅婚姻同財政都出現咗問題，好快就會離婚噶啦。佢擔心 Teresa 會帶走2個女，而佢自己根本就冇錢同妻子打撫養權官司。事情發展到呢個地步， Mark 唯一可以諗到嘅解決方法就係令妻子永遠消失。當時 Curtis 表示自己可以幫 Mark 處理呢件事， Mark 先支付咗 Curtis $600，並答應佢事成之後會再俾佢$10萬作為報酬。不過 Mark 唔係啱啱先話佢冇錢打官司咩？咁佢邊度有錢買兇呢？原來佢幫 Teresa 買咗5份總值443萬嘅人壽保險，只要 Teresa 死亡，佢就可以順理成章咁拎到賠償金啦。之後佢哋就用太空卡嚟到討論作案計劃。不過 Mark 唔知道嘅係 Curtis 私底下揾咗自己之前喺監獄認識嘅獄友 Jimmy 作為佢嘅同謀，並答應會俾佢$1萬嘅報酬。Mark 喺幫 Teresa 買咗機票之後，就俾咗 Curtis 2個方案：6月28號喺屋企度喐手，或者係6月29號喺診所度喐手。事實上 Mark 喺出發去到康州之前，就已經為2個方案做好咗準備功夫。佢修剪咗屋企後院嘅灌木叢，方便 Curtis 喺籬笆度爬入嚟進入車房，並同 Curtis 講咗關閉警報器嘅方法。另外 Mark 亦都影咗好多診所嘅相俾 Curtis 睇，並同佢講 Teresa 每晚收工都會喺診所旁邊嗰個僻靜嘅樓梯口度離開，仲俾咗佢進入樓梯口嘅密碼。一切準備就緒之後， Curtis 按照計劃喺6月27號載咗 Jimmy 一齊去佛州。6月28號佢哋到達咗目的地，並關閉咗 Teresa 屋企嘅警報器。跟住佢哋就揸車去到診所視察環境，最後都係決定要喺屋企度喐手。之後佢哋就去咗超市度買嘢，仲去咗海灘曬日光浴。夜晚10點半，佢哋返到咗 Teresa 嘅屋企。佢哋着上咗連衫褲，戴咗手套，並用工具撬開咗大門，跟住就進入間屋，等待 Teresa 返嚟。大約11點半，Teresa 架車駛入咗車房，佢拖住行李由側門入屋，並進入咗廚房。呢個時候 Curtis 同 Jimmy 已經一早喺廚房度埋伏好。當 Curtis 準備喐手嘅時候，佢唔小心踩到咗地下嘅舊碗。Teresa 一轉身就見到咗自己身後嘅 Curtis。喺電光石火之間， Curtis 即刻用手上嘅鐵錘剝咗 Teresa 嘅頭部3次，佢鮮血直流，痛到瞓咗喺地下度。呢個時候 Jimmy 突然喺旁邊度衝出嚟，好似發咗癲咁，不斷咁用鐵錘攻擊 Teresa， 直到佢停止咗呼吸。之後佢哋就揸車返 Missouri 啦，而 Mark 就喺康州度等待妻子嘅遺體俾人發現。2015年12月，警方就以1級謀殺嘅罪名逮捕咗 Mark。2019年10月，Jimmy 被控2級謀殺同埋擅闖民居，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同年12月，Mark 出庭受審，
佢喺庭上否認咗控罪，控方呈上咗包括汽車 GPS 在內等多項證據，並傳召咗 Curtis 出庭作證，證明 Mark 先至係策劃成單案嘅幕後黑手。辯方表示，所有嘅證據都指出 Curtis 同 Jimmy 先至係兇手，並冇任何證據證明 Mark 有涉案。跟住，佢哋嘗試轉移焦點，指出 Curtis 係因為妒忌 Mark 嘅美滿生活，所以先至會殺咗 Teresa 嚟到報復 Mark。陪審團喺經過咗4個鐘頭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最終 Mark 被控1級謀殺同埋合謀殺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2022年 Mark 嘅上訴被法庭駁回，目前 Mark 依然喺佛州嘅死囚名單上等待行刑，不過佢依然堅稱自己係無辜㗎。